近些年来，日本的野心不断的膨胀。自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上台之后，这一野心就更加明显。日本急于通过强硬手段来解决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想必大家都还记得，不久前岸田文雄就对北方四岛问题公开撂下狠话，要让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甚至还多次提及使用武力夺回北方四岛。很显然，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日本的姿态咄咄逼人。只不过日本的强硬姿态没几天就被俄罗斯狠狠戳穿了，日本只能过过嘴瘾。据环球时报援引俄罗斯东部军区新闻处报道称，日前俄罗斯就火速向千岛群岛部署导弹部队。据悉，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已经在该地列装，而这一导弹系统似乎是俄罗斯为千岛群岛量身定做的。俄罗斯专家表示，这一导弹系统的射程达600公里，恰好可以覆盖整个千岛群岛地区。所以说，俄罗斯这一动作大有对外，尤其是对日本宣示主权的意味。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将派出太平洋舰队的导弹部队对该地区进行24小时不间断执勤。单看俄罗斯这一突然戒备的举动，似乎有些突兀。但是如果联系几天前岸田文雄的武力夺取北方四岛言论，就可以明白俄罗斯这是在向日本亮剑。从另一层面来说，在对外行动中，俄日动作存在明显差异。日本似乎是得到了美国的真传，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忠实的盟友，日本在对外战略上也紧跟美国步伐，例如对中俄频发挑衅言论。但是碍于军事实力的限制，在面对中俄时，日本的挑衅姿态看上去很强硬，但是他们也只敢过过嘴瘾而已。在说出武力夺取北方四岛后，日本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行动。相反，俄罗斯二话没说，导弹部队立马上岛。这一动作差异的背后是俄日巨大的军力差。总的来说，对付日本这类认不清当前局势、频繁用言语挑衅的国家，就得来硬的。说再多警告没用，不如直接用军事行动让他们闭嘴。与俄罗斯情况类似，我国同日本也存在一些领土争端，所以俄罗斯的这一强硬回击也在警醒我国，对付日本就得直接来硬的。如果不狠狠还击，他们只会愈发嚣张。用危险来形容目前的东欧局势一点都不夸张，特别是乌克兰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将目前的局面推向了不可控制的方向。前不久就有新闻宣称乌克兰对白俄罗斯边境开枪挑衅，事情还没有平息，乌克兰军队又开始做动作了，他们的直升机公然入侵到白俄罗斯领空。在外界看来，乌克兰这一系列的行为无疑是在找死。据俄罗斯军事网站航空新闻12月4日报道，据悉乌克兰一架米8直升机闯入了白俄罗斯境内1公里的地方，在仅仅只有100米的高度飞行，并且无视白俄罗斯方面的警告，在一段时间过后独自离开了白俄罗斯空域。基辅方面也未对此事发表任何官方评论，但乌克兰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制造战争风险，毕竟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大量的防空系统，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 S-400， 一旦白俄罗斯对这架入侵的直升机发起进攻，将很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用找死来形容乌克兰这一系列行为一点都不为过。在白俄罗斯防空系统的注视下，公然派遣直升机强闯对方的领空，这不是找死是什么？虽说乌克兰有着北约的支持，但白俄罗斯背后也有俄罗斯啊，并且俄罗斯对乌克兰最近在俄乌边界的一系列行动已经非常的不满。据航空新闻12月4日报道，俄罗斯有能力在半小时之内摧毁乌克兰一半的军队，乌克兰对此无能为力。据悉，在俄乌边境总共有500架各型战机蓄势待发。美媒也认为，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战争，俄罗斯可以创建一个数量高达500架飞机的空中作战群，基辅根本无力抵抗。考虑到目前有一半的乌克兰军队都集中在顿巴斯，这500架战机可以在第一波袭击就摧毁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随后迎接乌克兰军队的将是来自空中的密集轰炸。说半小时还真不是开玩笑。有分析人士表示，乌克兰在美国以及北约的支持下，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嚣张，同时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挑衅，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给东欧局势造成了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和俄罗斯这样的庞然大物相比，乌克兰的实力根本不够看，关键时刻美军和北约是靠不住的。斯托尔滕贝格已经明确表态，北约不会为乌克兰而战，所以奉劝乌克兰不要花式作死了。
最近立陶宛的日子可以说是越来越糟了。自从该国在台海问题上越过了中国的底线以后，中立两国的外交关系直接降为代理级别，使馆被关闭，各种证件办理活动停止，使得中立间的贸易量直线下降。这还不算完，要知道立陶宛这次可不是踩红线这么简单，而是越过了底线。如果不彻底让他们感觉到疼，或者说让外界感觉到立陶宛这次损失惨重，那其他国家有样学样怎么办？为此，在外界感觉这件事已经要告一段落的时候，中方制裁降临，打了立陶宛一个猝不及防。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目前中国和立陶宛间的直通铁路已经停运，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加里宁格勒线，原本途经立陶宛的一站不再停靠，而是继续往前开，这使得原本要经过立陶宛的重要运输线路中断。除此以外，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还在本月3号向媒体证实，一夜间多家立陶宛企业无法接货一事，表示这件事确实发生，而他对中国当局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并坚称立陶宛政府会设法补偿商业损失，表示关于立陶宛商品被中国删除了这件事，下周将要求欧盟委员会介入并维护立陶宛的利益。然而，对于例外整的这一要求，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直截了当地表示，虽然了解情况，但拒绝发表评论。不过，这对于立陶宛来说还不是最不利的，更为不利的是，尽管一直在炒作中国话题，但立陶宛从外部互联网上获得的支持却很少，大多数都是口头上的。毕竟，这么小的经济体一再挑衅中国，很多人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立陶宛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方式，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到他们是在为欧洲多国做表率。为此，目前的中国拒绝立陶宛企业清关这件事，只是在立陶宛国内有热度而已。事实上，中立间的关系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完全是立陶宛咎由自取。一方面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又想在获得中国好处的同时，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还称自己外交独立。天底下去哪儿找这么好的事情？诚然，在立陶宛方面看来，可能他们只是顺应美国人的政策而已，可能现在都没想明白中国这次的制裁力度怎么这么大。不过不要紧，就看立方能在中国制裁下维持多久，才能明白他们究竟干了一件怎样的蠢事。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制裁，相信更大的风暴将会在不久后到来。综合媒体报道，近日，澳大利亚在其众议院通过了一则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其内容就是表明澳大利亚要加大对中国、俄罗斯、缅甸等国家和个人的制裁力度。此外，澳大利亚防长也开始了搅屎棍之旅，发表了所谓的挺台言论，明目张胆地用武力威胁中国。澳大利亚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再次明目张胆搞对抗。既然如此，看来痛的还不够明显啊！对此，中国这次接连使出3招杀手锏，直接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甚至或许可以让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应声而垮，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就如同台媒所言，必须为挺台付出代价了。一直以来，铁矿石都是中国长期需求的战略物资，每年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铁矿石，其中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就占据了中国进口数量的60%左右。而这一点也是澳大利亚明明经常跟着美国在亚太当搅局先锋，却每次被中国制裁，最后都有脸找中国求情的原因之一。作为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一旦中国不再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对于澳大利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毕竟目前世界上尚且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一口气吃下澳大利亚这么多铁矿石，因此如果澳大利亚不能找到应对措施，那么这个支柱产业很可能应声而垮。当然，这种手段其实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自然不能轻易使用。不过铁矿石虽然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却并不算是致命的。而中国也已经开始布局，不仅使出了3招杀手锏，还招招都是直击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产业。第一招，将国内铁矿石产量提升30%；第二招，加强废钢铁的回收；第三招，大幅度增加海外矿山的投资。别看这3招似乎不起眼，但不仅能够压制澳大利亚，同时还能够让我国不仅拥有钢铁的定价权，在铁矿石上也能够说得上话。据目前被披露出来的消息，中国已经开始行动了，例如5年时间建设25个铁矿资源基地，勘察开发28个国家规划矿区，预计到2025年底能够每年增产1亿吨铁矿石。同时，从今年1月份到9月份，我国累计进口废钢48.99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17.1倍。就连开发难度最大的海外矿山资源，我国也正在考虑和更多的国家合作，还在非洲等地区参与或收购了多个优质矿山项目。或许因为难度原因，这需要多年部署才能够彻底摆脱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不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年红军万里长征都走了，如今这一点困难又怕什么？
为了达到同时遏制中俄发展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在炒作台海问题的同时，还在疯狂炒作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目前白俄罗斯和欧盟难民危机爆发，致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展开激烈对抗。这一切使得俄罗斯边境的紧张局势面临着逐渐失控的危险。若对峙各方不采取措施，战争或将不可避免。毫无疑问的是，一旦爆发冲突，那乌克兰必将首当其冲地成为战场。然而，乌克兰当局似乎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风险，仍然迎接西方的政治口味，继续对俄罗斯发动挑衅。为此，美媒在近日闻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息，俄军开战准备似乎已经全部完成了，有超过17万俄军要打乌克兰。在12月4日，美媒《华盛顿邮报》根据所谓的情报信息，表示俄罗斯当前已部署17.5万兵力至俄乌边境，这些士兵共分成了100个战术群，随时准备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进攻。不得不说，美媒现在的报道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上个月还是超9万俄军士兵严阵以待，准备入侵乌克兰，这个月直接翻了近一番，而且每次都是要动手了，结果说到现在俄军都还没动手。当下俄罗斯要对乌克兰动手，就像是狼来了，喊着喊着，那所有人都不会当真了。要知道，不管是战争还是军事进攻，都是有原因的，不会是没有理由的。回顾美媒渲染俄军在边境屯兵的事件经过，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其实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没有丝毫的兴趣，但是在舆论中，俄罗斯就是要进攻，要将乌东地区并入俄罗斯的版图。可实际上，这类事情如果俄罗斯方面要做的话，俄罗斯早就可以做，而且已经完成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乌克兰军队才是主动发动进攻的那一方。为了完全摧毁东部乌克兰的民兵武装，泽连斯基在今年上半年就制定了一系列的行动。虽然俄罗斯现在肯定是不想在自家边境上发起一场战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俄罗斯在底线被践踏时还会忍耐。更不用说，西方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乌克兰来测试俄罗斯的战争底线，而不是挑起自身同俄罗斯的军事冲突。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正双管齐下，一边让乌克兰政府军挤压乌东民兵武装的生存空间，一边不断用此事来让俄罗斯陷入这一泥潭中，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般。一旦局势控制不住，俄罗斯出兵也就成了必然。等到那时，发动侵略战争的帽子就要扣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了。